米其林2星，超高性价比，最平价omakase，味道究竟如何呢？快来和我一起开启我们的omakase初体验吧！吃好喝好，长生不老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地包杜比。加拿大免税期来啦，当然是要吃平时舍不得去的餐厅啦。2025开年第一餐选择了位于 Yorkville 的日式 omakase 料理 MSSM。他家在多伦多共有2家分店，在埃德蒙顿还有1家分店。进门上楼梯，一推开门，有种别有洞天的感觉，和我在网上看到的那些精致安静的 omakase 风格完全不一样。店员很热情，装潢竟然还带点夜店的氛围感。因为这家店是由米其林2星大厨斋藤正树开的，所以墙上还有斋藤大厨的介绍。不过食物其实是由他的学生料理的。柜子上摆了各种酒，看了都好想小酌一杯。这手办还是签名款的，我们被安排在了靠近窗边的座位。这是今晚的菜单，共14道菜式，有1个手卷、1份前菜、9罐寿司、1个茶碗蒸、1碗汤及1份甜品。如果不够，还可以额外单点。相较于斋藤大厨亲自坐镇的680一位的传统 omakase， 这里98一位的价格显得非常平易近人了。因为入座的时间不同，有几桌已经开吃了。这里每位厨师大概负责3-4个人的样子。我们的厨师叫 Joe， 来自韩国，也开始了备菜等准备工作。我们这区一共有4位食客，大家都入座后，就先是寒暄了几句，然后就开始做手卷啦。金枪鱼手卷里面放了腌萝卜，味道很像萝卜干，海苔也烤出了香味，肥美的鱼腹搭配酸酸甜甜脆脆的萝卜干，非常开胃。接着是一道前菜涮湿鱼，只见大厨先把湿鱼片烫熟装盘，再佐以辣萝卜泥和青葱。端上来之后，再浇上了滚烫的鱼汤，鱼汤里用了柚子醋提味，咸鲜不腻，鱼肉刚刚断生，吃起来非常滑嫩。我们在这里吃着，大厨一刻不停地准备起了后面握寿司会用到的海鲜。这个百宝盒里装满了新鲜鱼货，因为隔壁的小姐姐虾过敏，她的虾肉寿司被替换成了三文鱼。先上了盛放寿司的盘子和姜片，大厨会特地根据我们的惯用手来摆放姜片的位置。然后他向我们介绍起了这5款海鲜食材。介绍完毕，他就开始不间断地捏寿司啦。第1罐稿参，据说是顶级珍贵食材，口感确实很肥嫩，米饭是温热的，已经调了味，可以直接入口。第2罐的带子来自北海道，用特殊盐水浸泡过，更带出了鲜甜。带子的肉质如奶油般顺滑绵润，店里提供了小的擦手巾。第3罐牡丹虾寿司，透过这晶莹剔透的虾肉，都能看到下面的芥末。牡丹虾的甜味很突出，软糯糯的，令人回味无穷。第4罐黑鲷，黑鲷鱼片上撒了些许盐粒，用喷枪火燎了几秒。顶上点缀了辣萝卜泥，带着一缕烟火气的黑鲷鱼肉质紧实，萝卜泥清爽又充满水分。第5罐腌制三文鱼，用特制酱油腌制过的三文鱼更显油香和丰腴。握寿司环节中场用了茶碗蒸来调节，用鱼汤蒸制的鸡蛋羹里还加入了蟹肉，可谓鲜上加鲜。
蛋羹细腻无气孔，仿佛在吃布丁。吃了一半之后，厨师会在每个碗里加入一颗点缀了柚子的小饭团，变成了鸡蛋羹拌饭。是谁的童年记忆又回来啦？当我们吃着蛋羹拌饭，大厨又开始准备后面几款寿司。第6罐赤身是金枪鱼的脊背部，脂肪很少，肉质呈鲜红色，比较有嚼劲，鲜香中带点微酸。第7罐金枪鱼腹，这里先要吐槽一下，他家的米饭真的捏不紧，网上说是这家店的通病，前几罐问题不大，可是这罐金枪鱼腹上来的时候，竟然有几粒米直接掉到了盘子上，也不知道该怎么去评价了。Tolo 的纹理非常漂亮，像雪花又如霜降，肥而不腻，入口即化。第8罐的海鳗先用小火慢炖，再用喷枪反复炙烤到金黄微焦。鱼肉收缩后更富弹性，有种烤鱼干的鲜甜，还带着浓郁炭火香。第9罐高汤蛋卷，热度警告！蛋卷超级烫，吃的时候千万要小心。制作过程中加入了鱼汤，还能尝到股奶香味。萝卜泥增香解腻，整体是甜咸交错的复合味型。这道味增汤用了来自日本长野县的味增酱，加上店家熬的高汤。因为里面放了七味粉，厨师特地叮嘱我们搅匀了再喝。能喝到七味粉的辛辣和味增汤的酱香，冬天来上一碗暖乎乎的。最后的草莓大福中规中矩，糯米皮很柔软，薄薄的一层。草莓很酸，个头也不大，红豆偏甜，与草莓的酸刚好中和了。以上就是我第一次吃 omakase 的体验啦。怎么说呢？这家店确实有可圈可点的地方。店员都很热情，做寿司前，厨师也会问每个人的饭量，然后根据需求调节寿司米饭的多少，非常人性化。用餐期间和大厨的互动也很愉快，不过他家用的食材一般，米的品质也不行，寿司都没捏到位，调味也并不出彩。顶着米其林2星老板的头衔，却没什么记忆点，是噱头大于口味的一家店。人均98的价格，如果不是吃 omakase， 应该能吃到品质不错的日料了。好啦，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谢谢观看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欢迎关注、点赞、加留言，谢谢你的支持，我们下支影片再见喽。